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赵丽颖向杨花发布贴片预告，我断定这部大片将会火向全国。如果不是今年的春节档，恐怕在所有人的眼中，国产电影的票房上限就是57亿了。自从2021年《长津湖》上映后，以57.75亿票房打破国产电影票房纪录，便稳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一位整整4年的时间。如今，这一纪录被哪吒之魔童闹海改写了，而这一次改写历史既让人意外，又无比惊喜，因为只用了短短8天的时间，哪吒之魔童闹海就已经拿下56亿的票房成绩了。按照这样的趋势，票房甚至有打破90亿的可能。哪吒之魔童闹海充分证明，只要品质过硬，题材、阵容都不是问题。即便是一部没有真人演员的国漫，都能冲到中国影史的票房第一，关键还得看质量。接下来还有不少国产电影即将上映，其中有望成为下一匹黑马的不在少数。但我最看好的一部是冯小刚与赵丽颖合作的《向阳花》。目前这部电影发布了贴片预告，不日将与大家见面。我断定这部大片将会火向全国。预告张力十足，赵丽颖再度突破形象。冯小刚看了《周处除三害》，萌生出想要拍一部小成本电影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部《向阳花》。向阳花将视角对准了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边缘女性。黑妹是聋哑女犯，管教帮她找来了懂手语的女犯白狐狸，监督她改造。于是两人相识，并在刑满释放后决定一起搞钱，始终行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在管教的帮助下，两人最终挣脱了命运的泥沼，向阳而生。通过预告，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怎样的女性形象。白狐狸赵丽颖饰演出狱之后干过酒店里的保洁，也假装盲人端着破破烂烂的搪瓷缸在街上乞讨。28岁的她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预告里还出现了白狐狸穿着打扮十分性感，招待客人后再拿钱的镜头。可见出狱后的白狐狸并没有走上正途，而最具冲击力的画面莫过于白狐狸满身伤痕的在大街上奔跑，她的脸上到处都是伤痕，衣服也被扯得稀烂。在招呼客人的过程中遭受过怎样的虐待，不言而喻。但白狐狸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恶人，她之所以做这些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个人工耳蜗，为此她不惜陪酒陪笑，将自己置于险境。看完了预告，足以管中窥豹。这部电影不仅要讲以白狐狸为主的社会边缘人士怎样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也讲一个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可以做出怎样的付出和牺牲。可想而知，有多少女性观众看到这样的角色会产生共鸣。预告中的赵丽颖也彻底颠覆了自己的形象，一头短发穿着狱服，与日常中的状态判若两人。这样接地气的形象，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预定影后，下一个大满贯巨星来了。除了能够通过预告看到影片讲述的故事以及人物设定之外，还能感受到赵丽颖的演技蜕变。虽说《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2部作品已经让赵丽颖完成了转型，也让她接连拿下了飞天视后和金鹰视后，但赵丽颖的大荧幕花路才刚刚开始。前有搭档肖央、刘烨的浴火之路，赵丽颖展现过绝佳演技，后有向阳花中饰演的更复杂也更多变的角色，越发考验赵丽颖的演技。但预告中的她逃跑时满眼坚定，
入狱时眼神黯淡，万念俱灰，都让人很有代入感。可见赵丽颖的演技又提升了。如今主流奖项赵丽颖已经拿了不少，接下来就是金鸡、百花、金马、白玉兰等奖项了。这其中有小荧幕奖项，也有大荧幕奖项。从赵丽颖的待播作品来看，小荧幕中有待播的《在人间造成者》，一部是热门的悬疑题材，一部是主旋律剧。前者更容易出爆款，后者则是演员们拿奖必备。无论哪部作品都能让赵丽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尤其是《造成者》中，赵丽颖饰演的是敢闯敢试的小人物形象，靠自己的本事改变了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命运，也改写了子孙后代的命运。这样的角色与赵丽颖本人的经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更容易让人有代入感。而这部剧的导演还是指导过《庆余年》以及与赵丽颖合作过《谁是凶手》的孙浩，编剧则是操刀过《大江大河》《山花烂漫时》的袁克平，又是爆款预定。大荧幕中，赵丽颖在《浴火之路》中演过失去孩子的母亲，也在《乔妍的心事》中演过人设复杂的女明星。这两个角色已经让赵丽颖有拿奖的可能性了。而待映的电影中，还有与章子怡合作的《酱园弄》，以及与冯小刚合作的这部《向阳花》。前者虽是配角，但关注度颇高，赵丽颖有望拿最佳女配。而《向阳花》中的白狐狸，则是又一个需要赵丽颖豁出去的角色，还是当之无愧的大女主，拿影后不是问题。这些作品一上线，赵丽颖想必就会拿奖拿到手软，有望成为下一位大满贯。虽说《向阳花》这类题材的票房成绩很难像《战狼2》《长津湖》这样的主旋律一般创下票房纪录，但《向阳花》却是更难得的现实题材，可以复制《我不是药神》这类作品的成功。而《向阳花》的导演又是冯小刚，已经许久没有在大荧幕中推出新作了。《非诚勿扰3》也更像是捎带手拍的一部电影，并没有展现出冯小刚的真实水平。《向阳花》对于冯小刚来说不算舒适圈，而是有所突破，可见冯小刚也是想要拿这部作品再挑战自己一下。加上赵丽颖这位顶流实力派，影片几乎没有不爆的可能，只看这部作品的票房成绩能否超出预期了。预测一下，你觉得《向阳花》能拿多少票房呢？